每天分享精彩生活小妙招，简单实用，围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林。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保存鸡蛋别再放冰箱。学会这招农村的土方法，放1年也不坏，鸡蛋非常新鲜，和新买的一样。方法太实用了。鸡蛋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材，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吃法很多。煮鸡蛋、煎鸡蛋、炒鸡蛋、鸡蛋汤等等，每一种都非常好吃。可能很多朋友会把鸡蛋放冰箱，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冰箱里温度低，确实可以延长鸡蛋的保鲜期，可是在这段时间里，鸡蛋很容易滋生和进入细菌，还有就是串味，所以时间稍微长了，鸡蛋同样也是会变质坏掉的。方法1：茶叶保存法。茶叶也是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我们可以把还没喝过的茶叶，或者是茶叶渣，用纸巾包起来，然后用胶带或者绳子把纸巾的口子固定住，这样就制作成了茶叶干燥剂。我们把制作好的茶叶干燥剂直接放在鸡蛋的周围，这样可以让鸡蛋保持干燥状态，从而延长保存的效果。把茶叶干燥剂放在鸡蛋的周围之后，鸡蛋存放的地方也是有讲究的。记得把鸡蛋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的环境要干燥，如果太潮湿的话，茶叶恐怕吸附不过来。茶叶保存鸡蛋的原理，因为茶叶有很好的吸湿作用，可以让鸡蛋保持干燥，从而防止细菌滋生。没有细菌的侵蚀，鸡蛋自然就能够保存更长的时间。干燥剂也可以代替茶叶，现在很多饼干、薯条等食品包装袋里面就会有干燥剂的存在。我们可以用这些食品干燥剂来代替茶叶，放几包在鸡蛋附近，也有很好的除湿效果，照样可以起到延长鸡蛋保质期的作用。方法2：大米保存法。准备大米就可以了，用一个大一点的碗，往碗中装1大碗的大米，然后把鸡蛋的大头朝下，将鸡蛋整个埋入到大米中，露出上头部分，这样去对鸡蛋进行保存就可以了。在鸡蛋的表面呢，其实是有很多细小的毛孔的，这些孔肉眼是无法观察的。将鸡蛋埋入到大米中，能够减少外部空气进入到鸡蛋当中，从而就能有效提高鸡蛋的保存时间。在对鸡蛋进行保存的时候，留一小部分的头部在外面，就能保证鸡蛋所需的氧气。鸡蛋呢，其实也是会呼吸的，如果呼吸太多的话，那鸡蛋很容易就会变质，减少鸡蛋的呼吸量，鸡蛋的保存时间就会提高了。重要的是，大米是一种干燥的食材，用干燥的环境对鸡蛋进行保存是至关重要的。方法3：油膜保存法。我们准备1个碗，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在鸡蛋上涂上1层食用油。食用油可以在鸡蛋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保证蛋壳能自行呼吸，保持鸡蛋新鲜。蛋壳涂有食用油。我们把鸡蛋的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在蛋托中，蛋的气势在大端。为防止蛋黄发黄，小头朝下，防止蛋黄与蛋壳有接触机会，不会出现粘壳发黄现象，可大大延长时间。鸡蛋的存放时间，我们用来存放鸡蛋的蛋盘不是全封闭的，有很好的流通空间。将它们存放在鸡蛋托盘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全部放好后，我们会把它们放在家里阴凉通风的地方，但要注意不要和洋葱或大蒜放在一起。同时，因为这些食物的味道会通过鸡蛋的小孔进入鸡蛋，从而影响鸡蛋的风味。用这种方法放置鸡蛋2个月都不会变质。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少量的家庭收纳。
如果是大的，可以用稻草或木糠把鸡蛋包起来，小端也是大端。这种方法在农村很常见。方法4：盐水保存法。用盐水去保存鸡蛋。首先准备一个小盆，把鸡蛋轻轻地放进去，然后倒入一些食用盐，接着倒入适量清水，轻轻搅拌均匀。食用盐有很好的杀菌作用。鸡一旦放在食液盐水里，它的表一面就会形成无抑菌的状态，没有细抑菌侵入的地方。把鸡蛋全部放入盐水中浸泡个10多分钟，一定不要用手搓一洗鸡蛋一颗。最后将鸡一蛋放回鸡蛋一托里面，放在阴一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时间不要放太长，时间长了就变成咸鸡蛋了。这几种保存鸡蛋的方法，简单又实用，真是太好了。我们再来说说，红皮鸡蛋营养还是白皮鸡蛋更有营养呢？我们在超市买鸡蛋的时候会发现，鸡蛋有红皮的，还有白皮的。小的时候，大家都说红皮鸡蛋比白皮鸡蛋更加的营养，所以那时候买红皮鸡蛋的很多。但是现在大家又说白皮鸡蛋比红皮鸡蛋有营养，大家又喜欢买白皮鸡蛋。那到底哪一种鸡蛋才更有营养呢？红皮鸡蛋和白皮鸡蛋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下红皮鸡蛋的鸡中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经过代谢形成一种卵壳卟啉的物质，然后下的鸡蛋就是红皮鸡蛋。一些不能产生卵壳卟啉的鸡下的蛋就是白皮鸡蛋。当然这也与鸡的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错误地认为白壳鸡蛋就一定是土鸡蛋。实际上，蛋壳颜色取决于母鸡排卵时产生的色素，这种色素均匀覆盖在白色蛋壳上。由于母鸡的品种不同，所以产生的色素也不同，因此白壳鸡蛋并不能证明它是土鸡蛋。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加优秀。和蛋壳的颜色类似，土鸡蛋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土鸡蛋虽然价格很高，虽然在广告宣传中优秀无比，但更多是言过其实。普通鸡蛋和土鸡蛋的营养物质方面差别很小，和普通鸡蛋相比，土鸡蛋中所含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含量、维生素 A、脂肪等物质均更低一些，两者营养价值的差异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味道上的差别不大，相比而言，土鸡蛋的味道的确会比普通鸡蛋要好一些。其实这是因为土鸡蛋在母鸡养殖过程中食用的虫子和鸡食，这些食物会有一些脂溶性的味道成分物质转移到鸡蛋当中，从而就会让土鸡蛋有了一定独特的风味。同时，我们可以挑选1-2个鸡蛋摇晃一下，明显的感觉鸡蛋里面有非常大的摇晃感，就有可能是不新鲜的鸡蛋了。一般这种不新鲜的鸡蛋会在夏天出现，而冬天这种变质的鸡蛋很少就出现了。不过大家也要记得留意一下，裂纹的鸡蛋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这种有裂纹的鸡蛋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因为它的表面已经有裂纹了，很容易就能造成细菌进入里面。这样的鸡蛋也建议大家少购买哦。好了，朋友们，今天关于鸡蛋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了，我们明天视频再见。